露露露露露。我已经拔完智齿了，然后我现在麻药也已经退掉。其实我麻药退超快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当下拔完之后，我走到楼下，我就觉得我牙齿已经痛到爆炸了。可是不至于就觉得很不舒服什么，就是知道看好痛哦这样的感觉。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会比之前还痛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刚好下颚有一点痛。那拔智齿啊，它不是要敲吗？导致它敲了2下之后，我就觉得这边超痛的。医生在卷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痛。就是其实下颚疼痛的人，在拔智齿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更痛。就是已经下颚打不太开，或者是下颚已经很疼痛了，要跟医生讲一下。然后这一次他的技术真的是无话可说的快很准，他就还是一样像以前一样凶，就直接一进去漱完口，然后直接麻醉针起来放进去，连讲都不讲哦，他就直接把它打了。打了之后我就等候一下嘛，然后就开始直接弄。从我进去到出来不到10分钟，一点都不夸张，真的不到10分钟。他动作也很粗鲁啦，就是比较用力一点，他的东西就用得比较快，然后他技术好也是一定，但只是我觉得他还是一样凶，我还是觉得被他吓到了。我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跳。我刚刚呢就已经去隔壁的药局拿了药，就是消炎跟止痛药，每6个小时要吃一次。所以假使你在睡觉，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吃。好，他说醒咬擦布1小时止血，期间内禁止饮食、说话，口水全部吞下，不可吐出或含在口中。然后时间一到取出纱布，立即吃药，6小时1次，1天4次，共5天的药。术后伤口对应的颜面部分如果有肿大，持续几天，多数为正常生理反应，反正就是1周内就会逐渐消肿，然后大概1周后你就可以把线给拆掉。假使你有疼痛持续1周以上，然后也没有消退或发烧，就要赶快回去。然后我明天还要去金门拍片，就是要吃东西。我在想，我明天拍片我是要用左边咬吗？接下来就会持续追踪，我再一一记录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给大家看我的脸，看到我吃药时间到了，我要把我全部拿下来。好麻哦，你再看一下。这个已经是我第2天的状况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肿过，之前也没有肿成这样，就是很正常，像一般人一样，连肿都没有肿，就顶多就是疼痛。我这一次没有痛，就是连牙齿那个拔掉的那个痛，麻药退了，大家都说会痛，那种痛都没有。我的不舒服是来自于我这一块肿胀，就很像是有一块肿瘤放在这，然后如果只要一晃动，这一块它就跟着在上下动，血液就一直都停留在这边，很像淤血没办法被推开的感觉，就很怪。而且我今天早上还去了金门，就是参加他们的金沙镇活动，就之前我拍影片说我有要去这样，我就一整天都戴口罩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是会露出脸，然后就把这块遮起来，那这很肿。我到现在这块其实都还是肿肿麻麻的，很不舒服啦。可是我还是有持续在吃药，就是消炎药跟止痛药，就是每6个小时吃一次。而且我昨天刚拔完第1天嘛，然后我就有冰敷，因为我知道说冰敷其实会消肿的更快，就冰了1整晚。你很想上镜对不对？擦眼泪。我居然敷了1整晚，然后醒来我的脸就突然变这样。超级的可怕！我一直说那医生很凶，可是我并没有实际讲出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很凶，就主要是态度。你去看医生连忐忑或什么的，我的经验跟
我看别人留言的经验都是这样，就是别人留言是说他只是挨一下啊好痛，他说叫什么叫又没有很痛。我的话呢，就是他都会告诉病人说你要把手放在屁股背后，他怕你乱动，因为毕竟拔智齿算一个大型手术，动脉啊什么都可能没有弄好，就会有一大堆的问题这样。那所以他就会担心你乱动，那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因为很痛，我可能有点被吓到。他敲那个锤子的时候，我听到嘎一声之外，他在卷东西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接近我的皮，因为我这一半边是麻醉，但是我感觉到我的皮是有一点痛的，我就有一点抖了一下。他说又没有很痛，到底在抖什么？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他把它抓着一个点，是说又没有很痛，你不应该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乱动是我不对，但是真的很痛。我想表达是真的很痛，不然我可以没必要抖，我又不是故意在手术台上哦耶，可能态度就是可以再轻声细语一点。我第一次拔的时候，他其实真的态度很好，真的蛮看他心情的。所以下面留言就有一大堆人都会说，如果你有点玻璃心，劝你还是不要去那边。但是他的技术真的无话可说，因为我真的从我进去到出来10分钟不到，然后非常快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，他的速度非常快，又快很准，所以才会导致我现在脸肿成这样。啊、好痛。还是原来的我，不是原来的我。那我们就持续追踪第3天。今天呢是第4天，然后观察期，然后它还是一样的肿，虽然说有比较消了，可是就是上面这边已经不肿了，然后它就只剩下这边肿，硬块一直在这捏，然后这里可以捏成那样，就是不太一样，就是。对，医生是早上我去长庚医院看，医生是说有点疑似是蜂窝性组织炎，我可能吃太常看牙科，或是我太常吃一些抗生素的药，导致有点抗药性。后来又开了一个新的药给我，叫我试试看，说如果我这一个礼拜就是都有正常吃，有变得比较肿，或者是发烧。怎样任何状况要立马直接去急诊。我现在其实我刚回到家，我觉得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被蚊子叮还是怎么样，它现在就是有点痒痒、红红、热热的。当你已经在生病，然后医生告诉你说你有任何状况很接近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应该要不要急诊。反正如果等到晚上突然发烧，我就立马去挂急诊，就继续观察下去。今天是第5天，然后我的脸看起来是比较消肿一点，就是这半边还是比较肿。我的嘴巴这边几乎都小了，可是我觉得像一个超奇怪的现象，这边是有一颗球的存在。你们知道那种钓鱼有那种浮标，然后它是有一个圆圆的，然后浮在海面上。我觉得我嘴巴有一颗浮标。真的，我觉得它的痛也是蛮痛的啦，而且我觉得有点像破皮。不过我现在还是有在吃消肿药跟消炎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会追踪下去。我从拔智齿到现在已经1个礼拜，然后现在其实还是很肿，本人比较肿，从影片看不太出来，我这边还是有一颗球肿着，还没消完。要跟大家讲说，到底要不要拔智齿跟拔智齿之后的风险，那我就简单讲一下，以网络爬文跟我自身感受。正常来说，医生要去诊断这一次肿的这一颗，最早期的时候，医生看了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，不需要拔，他就先帮我涂一些消炎药。那时候1-2个月都没有复发，但后来整个是肿胀，因为我的智齿4颗都是包在里面要切开的，会有伤口，然后可能恢复期要比较久一点。医生诊断说去把它拔除，因为好像看起来已经不是涂药可以解决。有案例是说，你只要定期去回诊，然后去追踪，确实它没有蛀牙，它没有任何会影响第2大臼齿，它不影响你前面那一个正常在咬东西的牙齿，就可以不拔。大多数人都有去拔，或多或少都影响到第2大臼齿的营养发展，以及牙周病啊或蛀牙清洁什么的，它比较后面，所以你比较难清洁到。最后到底智齿会有哪些风险？麻醉、术后感染及蜂窝性组织炎、神经麻痹、智齿掉入破疏构造的缝隙中啊，血流不止，
骨头断裂、术后麻木肿胀一大堆等等，关节不适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，因为我之前有拔过，那我没有肿成这样，我也没有感觉到不适，而且那时候我第一次拔的时候，我没有下颚关节问题。结果我这次拔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有太多术后跑出来的问题，到现在我还要定期去追踪。一般人都告诉我说，你肿成这样是正常，在这一个礼拜内，没错，大家都认为是正常。所以当你如果有蜂窝性组织炎的时候，你根本察觉不出来，或者是你有其他任何问题，你根本察觉不出来。你越觉得很正常的东西，你要越小心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伤口，它那一个伤口其实会导致你有很多后续的问题。那一个礼拜你有任何发烧或是等等问题，你就要立马去急诊室，而不是等到就是说确定一个礼拜后没消你才回去。像我因为碍于工作关系，所以我很谨慎，我3-4天都没拍片，然后之后就要狂拍。我到现在其实就是还感觉到我这边有一颗球，所以它也是肿的嘛，然后我整半边脸全部都是麻痹的，我整个还是觉得完全没有知觉，就是我摸我的牙，左边的肉跟我右边的肉是不太一样，以及自从拔了智齿，我这一块皮肤特别的痒。我的下颚因为有医生拔智齿，他要拿铁锤敲的某一下特别大力，然后咔了医生，我觉得我下颚其实那时候是疼痛。我现在因为还拔智齿这边很痛，所以我也没办法特别去张嘴试试看我的关节有没有怎么样啦。我这一次也有得到类蜂窝性组织炎，大家不管怎么样，那一个礼拜都要很小心，最好就还是要去顾一下你的伤口。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尽早拔除啦，当然还是要给医生诊。我自己也有看到最近的新闻，最近才刚一个国外还是台湾我也忘了，然后的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孩他去拔智齿，然后结果血流不止，然后挂了。拔智齿它算是一个有风险的手术，但以现在技术来说，其实它不算是很高风险，但是真的那是很少数。如果还有什么任何问题，就在底下留言。好，下次生活评见，拜拜。